听说了吗？这姓沈的那位呀，要从主屋搬出去了。沈府已经落败了，这将军府主母怕是要易主喽。主母，求求你救救我父亲，他一定是被冤枉的。你放心，我定会留意朝中动向，为沈尚书收集平反证据。小姐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如今我也护不住你，你且去吧。小姐，快走！走啊！我得留在这，为我的父亲和族人平冤昭雪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楚木的床。成婚后，我和他一直是分房睡的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将军，林姑娘心口痛，还请将军你去瞧瞧。整日胸口痛，也没见如何。全府宠着养着她，比我这个当家主母金贵。你家将军？刚哥，是我在说话。等等，我这是穿进楚木的身体里了。将军，林姑娘她……本将军不去，我又不是大夫，看两眼就能给她看好了。将军不是连句重话都不舍得对林姑娘说吗？今日这是怎么了？爽！要不是为了流放在外的父兄，我何必忍辱负重这么久？总算是一吐为快。末将这就回绝林姑娘。去吧。看样子，楚木大概率在我的身体中。如此甚好，我倒要这个狗男人好好体会我在府中过的什么狗屁日子。沈氏，都什么时辰了，你还睡？还不起来伺候老夫人洗漱？还有应声汤，让皇上喝到老夫人。府中何时有了这般没规矩的下人？这是母亲身边柳嬷的声音，但她不是向来敦厚老实吗？如今怎么如此不分尊卑？一、二，哎呦，你没事吧？嬷嬷，你个懒鬼！我叫你，你竟敢不应声！柳嬷嬷，这是沈昭的声音，莫非我成了他？莫非我成了他？您快起来！沈氏，你今天莫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我可是夫人的人，小心夫人让将军休了你！本将，我竟不知道你还有这般能耐。沈氏，你傻了不成？你还以为你和将军成亲那会儿呢？将军现在早都不喜欢你了。若不是林姑娘身子弱，将军夫人早都换人了。你现在马上和我道歉，否则到时候沈家没有将军这个夫婿做倚仗，在流放之地，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再说一遍。沈昭虽然跋扈，但身为当家主母，还轮不到一个下人对她羞辱威胁。况且我何时说要娶林姑娘？这只蹄子都是忍气吞声，如今的眼神怎么和将军那么像？我再说多少遍都是一样，你现在就是丧家之犬。若不是将军府收留你，你早都和沈家一起去受罪去了。柳嬷嬷以下犯上，按照家规，掌嘴20。你敢？我可是夫人。母亲宅心仁厚，心地善良，但这并非是你仗着她狐假虎威的理由。怎么，要我亲自行刑吗？要我亲自行刑吗？沈昭不是一向蛮横吗？怎么任由嬷嬷骑在他头上？
夫人，时辰不早了，老夫人那边需要伺候了。我经常伺候母亲梳洗。是，你每日必须到老夫人那里煲汤、奉茶、祈福、诵经。母亲常说沈昭轻待自己，如今看来也是因着恶婆子从中作梗。伺候我更衣。夫人，奴婢们也没有伺候过您，也不知道您习惯喜好。我随身带着那几个贴身丫鬟呢。我记得我进府时可是带了几个陪嫁丫头的。夫人，您忘了，您那几个丫鬟有一个得罪了林姑娘，将军暗示张副将杖毙了。我何时？继续说。还有一个老夫人下令关进柴房3日，直接饿死了，剩下一个送到村外的铺子里。胡言乱语！母亲宅心仁厚，怎会如此苛待下人？此事多有蹊跷，要当面和母亲说清楚才好。好大的架子，让老身等你那么久。母亲，母亲也是您喊的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？卑贱的蹄子，你要称呼老身为楚老太君？母亲定是平日被恶婆子挑拨离间才如此态度，解释清楚就好。母亲，儿媳有一事。你竟敢如此再犯！来人，让沈氏长长记性！慢着！孩儿拜见母亲。这是沈昭，不知这沈氏又犯了何错，让母亲如此动怒，还望母亲息怒，莫要气坏了身子。虽然很想让楚木也尝尝藤条的滋味，但毕竟是我的身体。沈氏向来骄纵蛮横，这一大早我还没起身，他就不管不顾的闯进来，对我这个婆母大呼小叫。我佛慈悲，我们楚家怎么能摊上这么一个不敬尊长的儿媳妇儿？母亲怎可如此颠倒黑白？怎么样，来自亲娘的暴击爽吗？老夫人，将军，您要为奴婢做主啊！奴婢早上去服侍夫人起身，不过梳头的力度大了些，就被赏了20个巴掌。你信口雌黄！木儿，沈氏如此目中无人，怕是要跪跪祠堂才能认错。不如让他跪上3天3夜，自省吧。母亲，你可知这是会死人的？好啊。不可，沈昭，你这身子……只是近日母亲房中的嬷嬷时常外出，还是让沈氏多服侍您几日，等嬷嬷回来后再跪吧。还是木儿想的周到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什么时候能换回来？才1日就受不了了，这种日子我过了整整3年，在你这一片祥和的将军府中。兴许这其中是有什么误会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变回来，劳烦将军自行想办法。我也该让你尝尝我受的苦楚，而且我用他的身体，正好方便我寻找父亲被冤枉的证据。你这衣服，丫鬟换的。我自己换的。对了，你要是想要你的林姑娘帮你换的话，也行。我跟林姑娘并非……够了，我今日已经很烦了，没心情再替你们这些破事。定是母亲听信了柳婆子的谗言，我之后会找个机会向母亲解释清楚，让她免去你的责罚。事到如今，他还信那个伪善的老太太，哼，也好，多吃些苦头吧。这几日是我归水日，所以我才把惩罚后延。毕竟再怎么说，这也是我的身体。
沈昭，你怎可在本将衣服塞这种东西？别废话，赶紧用上。这我怎么用？木哥哥，你摸哪儿呢？木哥哥，不可用本将的手。木哥哥，木哥哥，你和沈昭这是在干嘛呢？什么时候本将军的事还需要向林姑娘汇报？木哥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？人家只是关心你嘛。木哥哥是不是听旁人说了什么，误会人家了？木哥哥看在我失去大哥的份上，向来对我温声细语，今日怎么如此严厉呢？我说什么了？就这副要死要活的模样。若不是因为他，我那丫鬟戴尔就不会死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你做了多少丧良心的事，还用我说吗？给我滚！木哥哥是不是听别人说了什么？都是旁人挑拨的。木哥哥千万不要听信他人。你好桑呢，哭得我心生烦闷。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我最烦整日哭哭啼啼的造作戏子。木哥哥，我胸口好痛啊！小铁，小铁，你怎么了？小铁，你怎可这般和林姑娘说话？她身体娇弱，受不住这种刺激。可以在烈日下监督我罚跪4个时辰，也算虚弱。我说了便说了，你要不满，自己劝。沈昭，你原本并非如此嚣张跋扈。我跋扈你全家。楚墨，你家有一个算一个，包括你，没一个好东西。楚墨，你家有一个算一个，包括你，没一个好东西。他，你今天怎么笨手笨脚的？你想疼死老身吗？抱歉，母亲。还不跪下！母亲，我不过是扯断您一根头发，这责罚也太严重了吧？母亲一向信佛，怎会下手如此狠厉？他，你还不放手？哎呀，算了，你赶紧去煲汤。是。这丫头今天怎么这么大手劲儿？母亲不是吃斋信佛很久了吗？说的哪门子梦话？这满厨房的荤腥，可是老夫人吩咐夫人你亲自置办的。愣着干什么？给老夫人煲汤去。那你们做什么？当然是看着你了。你们是府内厨子，而我作为将军夫人，岂有我做的道理？现在整个将军府上下，谁不知夫人你如今的地位，还不如我们这些下人。少废话，赶紧的吧，省得老夫人怪罪下来。岂有此理！连厨子都敢如此挤兑他，他过得如此憋闷吗？可他为何从不在我面前说？等他回来，定要好好聊聊。你不想干，趁早说！你还耍什么阴谋手段？母亲，儿媳并非不诚心，只是儿媳手艺欠缺。既然母亲提出来了，那我便说了，煲汤之事本就该交由专人负责，以后还是由厨子来吧。你还不快跪下，给娇娇谢罪！老夫人，敢问母亲，我做错了什么？站起来吧。还有林姑娘，你也是为我需要向你下跪吗？姐姐做错事，难道不应该下跪吗？姐姐不认错就算了，为何还要推娇娇？我知道，因为木哥哥喜欢我，惹了姐姐不快。可男女之情，又哪是我们能控制的？你为何一定要我的命？我什么时候说过喜欢？我的意思是，
林姑娘是不是搞错了？将军对你也许是有兄妹之情。姐姐又何必再挑拨我们？娇娇从不认为是自己破坏了姐姐和木哥哥的感情，不被爱的才是破坏者。你拿下此黑手！沈氏，你竟敢在老身眼皮子底下欺负娇娇，你良心被狗吃了吗？你明明知道他的兄长是为府中献身的，娇娇为此得了心急，你竟然跟他动手，看来无上家法是不行了。我没有，老夫人，奴婢看得真真的，就是沈氏吞了林姑娘。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话了？你还敢跟柳嬷嬷顶嘴？来人，把她给我押入祠堂，不跪上3日，不准出来！沈昭原来也被这样诬陷过吗？难道之前……这并非楚家祠堂。老夫人说是就是，你一直都在这儿跪的，如今你还挑上了？哼！站住！简直无法无天！这次我势必要替沈昭立他当家主母的威严。这么冷，这要是跪上1个时辰，兴许就会留下病根了。莫非沈昭鬼水这么难受，也是有此缘故？如此重责，他为何不和我说呢？和你说有用吗？我又何尝没跟你解释过？你又是如何说的？不可斤斤计较，不可苛责，不可蛮横无理。你又是做了什么蛮横无理之事被关进来了？事到如今，我也无所谓。我今日来就是为了告诉你，我父兄一时是被冤枉的，只是苦于之前毫无办法。从今日起，1月为期，我用你的身体找回为家族平反的证据。你去找到换回身体的方法，事成之后，你我和离。我不和离。那我只能以你名义休妻了，反正结果都一样。等下，我不同意和离，但我愿意与你一起找到平反的证据。你说这话自己信吗？我那是临时被抽调去北疆。是，所以你1年就回来几次？你每次回来都听说我如何恶毒，如何欺负你的林妹妹。答应我的事早就抛之脑后了。你真无辜啊！抱歉，是我识人不清。晚了，平反之事不用你插手，我自己会找到证据。你忘了你还在罚跪吗？你的身子已不可再跪。既然如此，你更应该跪，让你尝尝我这些年的苦楚。不管你同不同意，1个月之后，要么休妻，要么和离。是我辜负了他。除了兵书，就是和军营往来的书信，和父亲的事半点关系都没有。将军，哎，你来的刚好。你可知我平时的机密要闻都放在何处啊？罢了，一猜你就不知道。你有何事啊？将军，您该去军营了。军营？我一般都去做什么？自然是练兵了。哦，将军，您是说这个吗？我都记着了。军营里110来号人，摩拳擦掌等着向将军请教呢。哎，你先等我。我大人有大量，饶你一次，跟我出来。所以，你是想要本将陪你去军营？不错。
军营中的事我不懂，军中无小事，还是你亲自来吧。去就去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去就去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别动，刚上好的防晒油，外面太阳这么大，别给我晒伤了。哎，本将从不用这些东西。哎，是我用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换身衣服。沈昭，本将好歹是个男人，你穿的花花绿绿的，是想要本将去军营被人笑死吗？我还是个女人呢，你穿一身男人的长袍，就不怕你娘骂死你啊？只要我换回去，你便换。等一下，不许动我身子，我自己换。变。不对，怎么想都是他小子占便宜了。找丫鬟。将军，你怎么把夫人带来了？您不是说女子不可入营的吗？你还有性别歧视呢？我这是为了防止军营中某些蛀虫将3妻4妾带进军营，坏了风气。夫人念及军中辛苦，又正值酷暑，特意来看望将士们。多谢夫人，夫人可以在此休息。我与将军，起来，像什么样子？我已经到极限了，你也不想楚大将军众目睽睽之下被热晕吧？今日我便不出手了，就让夫人去试试你们的操练水准吧。将军，这怎么行？军营里都是糙汉子，万一伤了夫人怎么办？来，磕了碰了算我的，尽管去试。去。哎，一起上，还是一个个来？夫人，您还是回家绣花去吧，这儿不是您该来的地方。将军真是开玩笑也不提前和兄弟们通个气儿。哇，没想到夫人这么厉害啊！原来夫人才是真正的深藏不露啊！连夫人都打不过，俺不如回家种地算了。轻敌乃军中大忌，这些日子都练到狗肚子里去了，训练加倍。是。穆哥哥可是还在生娇娇的气？怎么他也来了？小姐，您快回去吧，这么热的天气，您受不住的呀。况且您还特意为将军煲了汤，已经有中暑之象了。为穆哥哥受点酷暑不算什么，只要穆哥哥喝得舒心。可是您看您的脸色，您这几日夜不能寐，心急发作。住口！你分明比上次见我时圆润了几分。啊！还有，下次抹粉前记得涂脖子，有色差。我只是想上些妆，免得见穆哥哥失仪啊。军营不许女子进入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就是来给穆哥哥送汤的，姐姐不要生气。汤？这分明是我做的莲藕排骨汤，怎么变成你的了？这就是我炖的，难道连碗汤姐姐都要和我抢吗？睁着眼睛说瞎话！这莲藕排骨分明是我洗净切好煮熟的，你只不过进来撒了一把葱花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是穆哥哥允许的，他给我的玉佩。况且军营女子不能来，你不是也来了吗？
我不一样，我是将军夫人，而你只是楚府客人。穆哥哥，可不是我的玉佩啊。你不去追？确实该追。果然，私闯军营可是重罪，门口卫兵也该罚。而且他用了我的藕和排骨，按照家规，应当从月例里扣。就这些？不然还有什么？10盒的钱就不用了吧？不可浪费。这个是我炖的最成功的一次，你尝尝。夫人总算回来了。这是何物？夫人装什么糊涂？每个月将军府的开支都是您亲自点算，可仔细着点。老夫人这个月要看账本。这府中明明有账房，这账为何要我来算？老夫人又说了，算账是磨您性子，你可抓紧了，这账本明日就要。沈昭每日又要煲汤，又要算账，比我这当将军的都累。智障！他竟敢如此大胆！来人，去把沈昭给我叫过来。母亲，沈昭，没想到你如此善妒狠毒，连娇娇这般的弱女子都要欺辱。我欺辱她，又是林娇娇给您告的状吗？以前怎么没发现林娇娇这么麻烦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给我跪下！我如今就是主，直接利用他的身份去问，不比查刑快多了。可惜父亲在官场的事很少和我说，也不知道谁是他的属使。不如就从参加我大婚宴席那日的人查起。那天来的官职最高的，好像是丞相。我问你啊，楚夫人呢？回将军，夫人是被老夫人叫走了，说是有关林姑娘的事。糟了，对上那个绿茶，楚木定要受欺负，那吃亏的可是我的身体。带上人，跟我走。是。看来母亲今日是来找我算账的，正好，我也有一笔账想和母亲算算。母亲每日补汤里的人参、冬虫夏草就要3000银子，此外还有补药、药浴里的汤方，还有餐食里的药材，加起来林林总总，一日便要15两银子。母亲，您这是打算用药材把自己腌入味吗？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从今日起，每月分离20两银子就是20两，多一个铜板都没有。母亲，你这些奢靡的习惯还是趁早改了吧。荒唐！我日日都这么吃，今日怎么就不行了？你分明是贪了府里的银钱，到我这里来克扣老身。恰恰相反，往日都是我用院中的银两来补贴你们，不过从今日起，不会再有了。老夫人，您消消气。20两银子怎么够花？沈姐姐，你难道要置老夫人身体于不顾吗？来人，母亲，这普通的骨头汤一样补身体。这么寒酸的东西，闻着都恶心。拿走。这碗汤就是用补品熬的，看来母亲也分不出其中区别，说明喝起来根本就一样的。沈昭，还不快和老夫人道歉！你也是一样，我那是生病了，莫哥哥特批我房里的药钱，用玫瑰露洗手，珍珠粉擦脸，桂花油梳头，对治疗心悸有何作用？反了你了，你反了天了呀你！母亲为何如此动怒？母亲，木儿，
你可来了，沈昭他要逼死我呀！我只不过多吃了一些，他要断我的口粮呢。母亲，我分明只想控制你院内花销。母亲，我明白，你滋补身体，喝点汤药也是应该的。还是我儿子对我好，可惜娶了个白眼狼。把母亲的补药端上来。搬走。母亲，你想喝汤药补，我理解。只是沈昭说的没错，府内银子吃紧，您想喝就用屋里的东西换吧。您这屋子里的宝贝，可比库房里的都多。木儿，你回来！你给我站住！老娘白养你了！你，哎呀，你给我回来！放下！你给我放下！老夫人，消消气，你消消气。我哥哥肯定是被沈昭给蛊惑了。你说的对，娇娇，你是否忠于木儿？我做主，让木儿娶你进门。老夫人，这当家主母是时候换一换了。那，给你。这可是你娘最宝贝的花瓶，送我啊。不错，你院中为了补贴母亲和林小姐，亏了230两，这算是补给你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突然良心发现，想要弥补我了？不要再做无用功了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了。沈昭，我并非……快放开我！哦，抱歉。流氓！竟然霸王硬上弓！不对啊，我这摸的是自己的胸口。是你对我的手耍流氓。果然，穆哥哥是被这个女人威胁了。谁想摸你的胸口？又干又瘪的。沈昭，你说话可要讲良心。我要去告诉老夫人。算了，没时间和你闹了。我要去丞相府。平时用的什么油头？你为何要去丞相府呢？我要从我父亲的旧事查起。他来参加了你我的婚宴，并且身居要职，说不定知道当年的内情。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。正好这2日，崔府上下都在为崔丞相的寿宴做准备，请帖应该送到府上了。今日是崔相的生辰，来的有很多朝中势力，一定要小心，不可暴露你我之事。楚将军，好久不见了。崔丞相。崔丞相，将军许久未见丞相，有些紧张。确实是许久未见，两位里边请。你好像从前就很喜欢歌舞表演。劳烦你还记着了。夫人，不知对今夜的舞蹈可有兴趣？没有。也对，夫人曾也是一舞动京城，这等凡人之姿，自是不入夫人的眼。只是不知今日还有没有机会一睹夫人的风姿啊？啊，如此甚好。我哪会跳舞啊？那又怎样？丞相，
我为将军赋许久，如今只会舞刀了。我这里这身段，原来舞剑也这么好看。见笑了。好啊，舞得好呀！好，真是漂亮啊！这刀舞的真厉害。没想到夫人连刀也舞得这么出神入化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舞得真不错，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个才艺。你感兴趣啊？我可以教你啊，很简单的。我就是跟你客套一下，看不出来吗？楚将军，丞相大人，请您到后庭一叙。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打探一番。崔丞相，那人刚刚失礼了，他在家中父亲病故后就性情大变。这也不怪他。当年之事，丞相多费心了。哪里的话，都是为天家办事儿。不过那半个月确实让老朽身心俱疲，现在回想起来还胆颤呢。崔丞相在那件事中果然是个重要角色。行了，别说我了，当年你不也是身处其中吗？什么意思？楚木也是当事人之一，为何他从未和我提起过？昭儿，你是不是迷路了？我可以带你四处逛逛。我认得路，不需要麻烦崔公子。昭儿，你为何总是避我如蛇蝎？崔公子，你与我并不熟人，还请你唤我楚夫人。看来啊，儿时之事你都忘了。你那会儿还唤我郎君呢。什么意思？莫非他和沈昭还是青梅竹马？其实我也早有耳闻，将军府自从来了个林姑娘，你的日子并不好过。昭儿，楚木那般朝三暮四之人，你又何必为他守身呢？难道他对沈昭其实是……昭儿，你比小时候有趣多了，不如……我警告你，收起你那些小心思，再有下次，饶不了。可若没发生那件事，和你成亲的本该是我。你回来了，你带酒了吗？我要消毒。你在发什么疯啊？你应该要问你自己，是怎么招惹上崔欢那只花蝴蝶的，还换上郎君了是吧？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啊？哦，好像是有那么回事，不过当时比较小，办家家酒罢了。家家酒？我看那崔欢可欢喜得很。你在阴阳怪气什么啊？这么多年没见了，我哪知道他一直记得这事儿。以后不准再见他。你还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？你是我夫人，你再见他不合适。反正1个月后就不是了。你就这么想与我和离？你不想吗？我看你当时娶我就是脑子一热，或是看中我家的势。谁说？罢了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说完了，那该我说了。楚木，你到底当年在我父亲贪墨这个案子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？谁跟你说什么了？楚木到底瞒了我什么？崔丞相和你父亲曾是同窗，我又是你夫君。其实当年我们可以上书向圣上求情，只不过我们当时判断圣上正在气头上，所以想再等2时。可没想到，圣上直接发落了沈家。抱歉，仅此而已。罢了，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楚木，你要知道，这件事一直都是我的逆鳞。若是再让我知道你对我有所隐瞒，不会了。沈昭，你就这么确定你父亲当年贪墨的案子是无辜的？这案子可是圣上定下的，
你可知翻案有多难？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我知道我父亲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一定会还他清白。哎，楚木他竟然敢在这件事情上瞒我，若不是我亲自去丞相府调查一番，还不知道要被他瞒到什么时候。还是自己查靠谱，至少得知丞相是当年重要的一环，日后要再去拜访一次才行。木哥哥，林娇娇，你要干什么？木哥哥，我知道你之前偏心沈昭，都是他胁迫你的。你放心，等我们木已成舟，他就什么都说不了了。林娇娇，你冷静啊，瞧你都挂不甜。你不尝尝看，怎么知道甜不甜呢？林娇娇，林娇娇，放开！说好了，今天叫你们来，是想商讨商讨娇娇和楚木的婚事。不行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母亲此言差矣，我身为楚木的正妻，此事我最有发言权。难道你还能代表他的意思不成？当然可以。你……可是沈姐姐，我和木哥哥已经有夫妻之实了。不可能！木哥哥，事到如今，你又何必再瞒着他？你的床好硬，硌得我现在腰都疼。不是，你怎么做这种事啊？沈昭说的对，我不可能做这种事。木哥哥，木儿，早上那么多丫鬟亲眼见你们从一张床上下来，再提来像什么话？可是我阳痿啊！你可以不阳痿。我就是阳痿，我不能人道，所以昨晚一定什么都没发生。昨天晚上一定是你的幻觉，我不……什么？木哥哥竟然……昨天真的什么都没发生。木哥哥没过一会儿就睡着了，可是我也没想到是这个原因。沈昭，话都说到那个份上了，我除了说你阳痿，也没别的办法了。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其实我也记不太清楚，回房喝了杯茶，突然就很困，林娇娇又进来了，要脱我衣服，等我醒来就是白天了。你碰她了吗？我哪知道？你什么眼神？脱衣服。休想！我自己的身体我最了解，让我看看。不行！我自己的身体有什么不能看的？不能用我的眼睛看，你休想玷污我的眼睛！让我看一眼，你又不是没看过。我没看过，我如厕都是让你小子帮忙的，你休想玷污我！将军，打扰了，将军。不是说将军不行吗？怎么大白天就这样了？何事？老夫人说这是民间偏方，请您一定坚持喝，喝了就管用。沈昭，连我下属都知道这件事了，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将士们？等身体换回来，你想怎么澄清就怎么澄清，反正现在你先不去会儿。沈昭，来的正好。关心司，看来你已经知道了。3日后在关心司举行关心仪式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。关心司的人见多识广，或许会有解决我们问题的办法。那崔丞相会去吗？关心仪式就定在崔府，
那就好。是时候再见一见崔丞相了。哎，你怎么对换回身体之事这么上心了？要是再不换回来，恐怕全京城都传遍了我布局的谣言。形势所迫。从今日起，你要是再想说什么惊世骇俗的话，必须提前告诉我，否则我亲自换衣服洗澡，1日3次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会维护你最后的英名。前面的就是星矢，等关心之后拦住他。哇，好漂亮啊！你喜欢星星啊？感觉很奇妙。同一片夜空，不同的角度看，完全不一样。小时候，父亲会带着我和兄长在房顶上数星星。将军府也有一个好的位置，以后你可以常去。那不一样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父亲绝不是能做出那种贪污之事的人。我信。当真？当然了，毕竟他女儿当账房这些日子，差点把嫁妆都赔进去。你以为我想，还不是被你们逼的？以后不会了。楚将军，楚夫人，你看，早知二位前来，我定让下人准备雅间，哪能让二位站着受累？不累，我们都是习武之人，不像书生那般柔弱，你说是吧，夫君？是。可我听闻，楚将军好似患有顽疾。楚将军也不用难过，我认识一位神医，也许能有办法。不劳崔公子费心了，将军他好得很。楚夫人的心情可以理解，只是讳疾忌医总不是办法。我说好得很就好得很，将军你说是吧？是，确实啊。最近我感觉有力气了很多。我们还有别的事，就先告辞了。沈昭，你给我等着，事情结束后我再收拾你。楚将军，找我归干。星矢，你很怕他？啊，夫人说笑了，我和将军都没见过几面，何来的怕呀？是啊，你跟将军连面都没见过几面，但看见他来找你，却并不惊讶，除非你知道他早晚有一天都会回来找你。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将军，我不能说，我要是说了，我可就没命了。你若不说，现在就让你没命。好，我说，不久前，我的房门口突然多了一封信，信里面是将军的生辰八字，上面让我用八字施行禁术，我若不同意，他就要杀我妻儿。将军，我是被逼无奈呀。什么禁术？是迷人神制的。据古书记载，中术者会昏杀几日，紧接着就会长睡不醒。可这几百年来，从来都没有人用过此术。如今见将军的现状，这恐怕早已失效。说，何人指使？我不知道，我与他不过是书信往来。看我施术失败后，就威逼我把这件事情烂在肚子里面。从此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信了。这个人就交给你，你想怎么处理便怎么处理。你要去哪儿？去查我的事。
你来了，坐。丞相好像并不意外。从那日你提起那件事起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再来找我。毕竟是你我之间约定过，这事必须要带进坟墓里。这世上可没有密不透风的墙。有，是宫墙。将军，你是个聪明人，知道那事儿的人死的死，走的走。现如今就剩下你我二人，皇上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？如今呢，已经是死局了。据我所知，父亲当年是被下属举报贪墨，皇上大怒，判了流放抄家。可崔丞相的意思，这件事情远远没有结束。皇上的意思，难道不是抄家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还知道回来呢？我以为你今晚留宿丞相府。你在等我啊？没，我等鬼呢。怎么样？是谁要害你？有头绪吗？我就知道。是头绪太多，从朝中到南满，想要我命的人数不胜数。你还挺自豪，几乎可以确定，你我灵魂互换就是技术出错所致。可心史却说，禁术不可解。难道我们要一直这样下去吗？他说不可解，未必是真的不可解。明日你用我的身份发布天下召集令，广招能人异士。你怎么还不回去？我今晚睡这儿。凭什么？你经我同意了吗？快回去！都吃了这么多天药了，不得有点治疗效果？顽疾，顽疾知道不？不是几日能治好的。别动！我的睫毛可真长，不过是在这睡一晚罢了。还是你觉得我会用这副身体做什么？想什么呢？想我这张脸蛋可真美，当初嫁给你真是便宜你了。笑什么？难道不好看吗？确实好看。那不就得了？当初你肯定是看中我的美貌，然后才下聘的。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。当年明明我们……你说什么？没听清。罢了，看样子他是不记得了。那你呢？当初又是为什么嫁给我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啊。父亲让我嫁，我便嫁了。仅此而已。那不然呢？你这房间的水好难喝啊，什么味儿啊？好像林娇娇下药之后，我觉得恶心，就一直没用过，打算扔掉来着。这杯子你这么久都没洗，都要扔了，我洗什么？来，这么久了，药效应该没了吧？啊！你别往我身上倒啊！
沈昭，你想？沈昭，这个楚墨占我便宜的小人，我怎么看到是楚墨的脸？唉，虽然不排除是我昨天喝多了，但我们是不是短暂的换回来了？是吗？那莫非接吻或许是我们换回来的方法，你要试试吗？不用了，等再需要的时候再试。哎，话说昨晚的心事，你不会把它……没事儿，现在动它只会打草惊蛇，警告一番就放了。我不会让你手上沾血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这，你要给我唱段戏啊？要说就说，吞吞吐吐像什么样子？是，崔公子来了。不是这，看什么看？没用的东西！崔花来了，不知道把他拦外面。楚将军，我是来找楚夫人的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请回吧。哎，说的哪里的话？崔公子，尽管将将军府当自己家，想来便来就是了。你，崔公子已经入世了吧？啊，入世1年有余。哦，完全看不出新人的青涩呀，一定是入世之前，丞相将官场之事都告诉你了。最好包括我父亲的。说来惭愧，入世之前我一直在外游山玩水，胸无大志，直到入世我才回的京。看来从崔欢入手根本不行。你们聊，我今日还有事。哎，昭儿，他什么态度你也看见了，他根本就不在乎你。这种男人有什么好的？你的意思是，你才是好男人？至少我是真心待你。好你个崔欢，挖墙脚挖到本将军家里来了。不劳崔公子费心了，我跟楚将军的关系好得很。哼，这沈昭也太大胆了，居然敢在将军府和其他男人拉拉扯扯。不行，我得让老夫人收拾收拾他。哼！跪下！母亲，我每回来您院子就这2个字，说吧，这次又是为何？你在内院跟万南不清不楚，就不该跪吗？母亲，你是说崔欢？你还敢提他的名字？我们楚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是你告诉母亲的，我这么明显的拒绝都能被你说成是不清不楚，你颠倒黑白的本事可真够高啊！他的眼神怎么这么可怕？我亲眼看见崔公子拉着你的手，那满脸爱意，还能作假不成？老夫人，丞相府专门派人来送东西来了，说是专门送给夫人的。你这崔欢，今日
劳烦刘兄了。哎，楚兄说的是哪里的话？将军突然请我喝酒，刘某简直是感激不尽。他日定前往尚书府小酌一杯。好。这是第8个，还真像崔丞相所说，除了他和楚木知道当年细节的人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留在京城的都一知半解。哎，楚兄留步。楚兄可否下月初3再来拜访？为何？啊，下月初3我把那谁请来了，就是那孙志啊，原来是沈尚书的得意门生。你不是以前就想见他？他这次是偷偷回京的，你可千万保密啊！父亲的门生。楚墨，你是把我房间当仓库了吗？都是你青梅竹马崔欢送的。真是有钱。沈昭，你知不知道外面现在怎么说你吗？无非就是水性杨花，红杏出墙呗。你知道还不作为？哎呀，他们乐意说就说去呗，我又不会少块肉，每天都这么忙了，哪还有精力去管他们说什么？真的，只是因为这样啊？什么？那既然你不管，我就替你去把崔欢回绝了吧。哎呀，你去说呗，别吵，一大早就出门，我都困死了。这儿，那些礼物可还合你心意？没拆，悉数还给贵妇了。昭儿，崔公子，你知道你是何种行为吗？你这是在勾引有妇之夫，而且你3天2头到将军府找我，你把我置于何地？我承认我是有些着急，但我只想让你认清楚木。事到如今，他有替你说过一句话吗？我就知道，昭儿，离开那个冷血的男人吧。他那不是冷血，他只是不会表达。醒醒吧，昭儿！若他真心爱你，怎会容忍我多次的僭越行为？还真是接吻互换啊！处你爹的主，以后在我府上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现在知道着急了，早干嘛去了？我和昭儿还容不得你治我，滚！你。啊！楚墨，你用了多大的劲儿啊？好疼啊！娇气。楚墨，你认识孙志吗？你从哪儿听到的这名字？在附近书上看到的，好像是他的门生，你认识吗？交际不多，你怎么会突然提起一个死人？死人？可刘青分明说……哦，好奇吗？父亲的事我查得一团乱麻，沾一点点关系的人，我都不想错过。不算有关系，在他生前就被你父亲逐出师门了。好了，那新史的事查得怎么样？没什么头绪。正如他所说，神秘信封再也没出现过。不过好在我们现在找到换回来的方法，而且这次换回来的时间明显比第一次更长。距离上一次只间隔了2天，我们换回来的时间明显变长。看来距离我们彻底换回来指日可待了。
那就代表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可楚木的态度，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。楚秋，这位就是孙志。孙兄前几年遇到了一场大火，就变成了如今这副样子。让楚将军见笑了。哪里？是我失礼了。恕我唐突，这场大火是人为，有人想置我于死地，于是我便假死脱身，隐姓埋名。难怪楚木会说孙志是个死人。那你可知幕后黑手是谁？为何要杀你？我不知道。受伤之后，我头部也受了重创。本来打算就这样在边城生活一辈子，但有人拜托我便冒死回来，就是为了见贵夫人一面。沈昭。沈昭？你有什么事要找他？可以跟我说。我必须亲眼见到贵夫人才行。又来一个青梅竹马，这个我是真不认得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明明没见过他，但他却非要点名见我。你，沈昭，你……楚将军，我可否与贵夫人单独说几句？你们请。说吧，找我何事？沈姑娘，请你与楚将军合力，和我结亲。你说什么？请和我结亲，越快越好。这又是沈昭从哪儿招惹来的蓝颜祸水？我都不知道你是何人，何谈结亲啊？我姓孙，名志，是史尚书，也是你父亲的门生。你是孙志？怎么可能？我明明亲眼看见孙志死在那场大火里了。这封家书是你兄长交给我的，他托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你。还有，他让我给你带句话：小心枕边人。与你结亲也是你兄长提议的，我不能在京城待太久，3日后我在城外的观音庙等你。若你不来，我便自行离去了。哎，孙志和你说什么了？他说要和你成亲。是，他疯了吗？是你哥的意思。为什么？我哥怎么会找些莫名其妙的人说这些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我哥知道你跟林娇娇的事，所以才让我合力。沈昭，现在你就是我，我要真和林娇娇有些什么，你还能不知道？那我不清楚。我现在洁身自好，不代表你也是。况且，林娇娇每次见我，都是殷勤又体贴，见你也一定是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懂你什么意思了。你懂什么了？楚墨，就没有体面点的方式吗？现在全府上下都知道你我恩爱知己，不出几日，
那些流言蜚语不攻自破。可是我脚麻了。那换你坐我腿上。怎么换？现在不麻了吧？楚母，你放开！现在下人都堵门口看着呢，好不容易演戏演到这儿了，难道你想功亏一篑吗？就绊住想。等身体换回来，我就放开你。沈城，其实我……将军、夫人，孙公子求见。孙公子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沈姑娘，成亲之事，我还是觉得此事有点太仓促了。况且我在将军府还有要事，如今……看来就算是家书，也动容不了你。家书？什么家书啊？家书为什么瞒着我？抱歉。我想听的不是抱歉，而是解释。一封家书都能瞒着我，楚墨，你究竟把我当什么了？把我当成金丝雀一样圈养起来吗？你知道家书上写的什么吗？家书的事，我可以解释。解释有用吗？我父亲在苦寒之地生了重病，兄长连续走10几里路，在雪地里为他求郎主。而我当时在干什么？楚墨，这是你解释就能弥补的吗？楚墨，你真让我觉得害怕。这，原来信里只是家常，不是孙志亲口跟我说的那些。孙志悔青了，他既然没死，那用不用？现在动手，反而会让别人觉得心虚。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，还是不要再生事端。可沈昭那边怎么办？他明显起疑了，你还能瞒到什么时候？又换回来了，这次时间更长，大半个白天。看来我能控制楚墨身体的时间越来越短了。因为上次那场大火，孙志对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。从他那里查线索，应该是不可能了。可我哥的态度实在荒唐，他为什么那么着急催我和离啊？若只是因为担心我在将军府受苦，那也不可能让孙志做出上门提亲这么荒唐的事来啊！除非将军府有我不知道，但我哥知道的危险。母亲找我何事？受宠了就是不一样，连每天的请安奉茶都没了，就连跟我这老身说话都如此放肆。母亲误会了，我的态度并非源于谁的宠爱，而是我的身份。我本就是将军府的当家主母，只不过是我之前太过平易近人，所以才纵容了某些人的态度。你别以为你有恃无恐，我告诉你，娇娇的肚子里怀了木儿的骨肉。
什么？那晚的事你也知道，娇娇这肚子就是争气，怀上了。楚木他不是不举吗？木儿身强体壮，又从军多年，有点小毛病也是一时的，现在呀好了。有什么奇怪的呢？啊？沈姐姐，以前你容不下我，可如今我有了将军的骨肉，还请姐姐给我一席之地吧。你确定吗？大夫把脉说时间刚刚好，那就打掉，或者拿钱出府去找那个野男人，二选一。沈姐姐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这不可能是楚木的孩子，楚府也容不下野种出生。两条路，母亲做抉择吧。他为何这么肯定我的孩子不是将军的？难道不可能？我偷人那晚分明没人看见。大胆！沈昭，你竟然当着我的面残害木儿的子嗣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夫人？我说过了，这不可能是楚木的孩子。楚木只喜欢我一人，绝不可能和其他女子有染。沈姐姐，你又不是穆将军，你怎么知道他心中所想？我可以代表他。楚木只爱沈昭，在这个府里，不管是从前、现在还是将来，不可能有第二个当家主母。林娇娇说怀了你的孩子，就是那晚。怎么可能？我知道，所以我让她去打掉回去找孩子的父亲。府里不会再留她了，郊区有处别院，以后把她安排在那里生活。那他哥哥的事？他哥哥是一名优秀的将士，只不过林娇娇她给他一笔一辈子花不完的财富，也算是弥补他了吧。我知道，你刚才的话都是说给林娇娇听的。楚木只喜欢我一人，绝不可能和其他女子有染。我不是。第一次说对着自己的脸怪怪的，还是先换回来吧。刚才在母亲房中，我说的都是认真的，我只心悦沈昭一人，无论是从前、现在、将来都是。从前是我刚进将军府的时候吗？我就知道你不记得了。7年前的官道上，驾！吁！你怎么走路的？冲撞了小姐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小姐，别脏了你的手。将士是为了保家卫国才受伤流血，哪里脏了？前面不远就是城门，进了城去找个郎中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有缘会再见的。
竟然是你！你这变化也太大了，我仿佛记得那时候还没我高，还是个小土豆呢。哎，我那是腿受伤了，而且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不管怎样，都比你高。你说你这发育期到底是吃的什么呀？这哪是发育，完全就是变形啊！看来你很满意啊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我先走了。这么多年，我总算走到了能配得上你的位置，娶你回家。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你身子太虚了，得好好锻炼才行，不然有你好受。人老了活不动就不活了，人要顺其自然，懂不懂？人定胜天。现在身体都换回来1天多，怎么还没换回去？我还急着用呢。夫人，今日可否有机会露两手啊？是啊，夫人，上次你的那个回马枪，俺回去琢磨很久，就是弄不明白，就来请教您了。我赶紧替我解围啊！夫人这2日身子不适，我来和你们过两手。好。将军，宫里出事了，太傅病逝，皇上忧思不解，召将军和丞相进宫，说是要谈论当年之事。同时找楚木和丞相，难道是？抱歉啊，请允许我任性一次。进宫。是。参见陛下。平身吧。朕常常觉得朕已是人君，对臣子已是厚待，可为何太傅病重多日，却一直瞒着朕？两位爱卿，你们说这是为何呀？楚卿，你先说。太傅定是不想陛下再添忧思，才有所隐瞒。不添忧思？果然你们都是这样回答朕。陛下，保重龙体。太傅生前最牵挂的就是您，想必也不想见您如此。沈家之事过后，太医就叮嘱过您，切不可再用私。沈家这件事情，朕还要感谢两位爱卿。若不是你们发现沈家端倪，主动帮朕搜集证据，定沈家的罪，这颗蛀虫也不会这么快就被铲除。皇上他在说什么？我家的罪是楚木定的，尤其是楚清，这段时间辛苦了。你娶了罪臣的女儿，这心里一定不好受吧？怎么了？是不是面圣出了什么问题？走，回家说。楚木，我父亲贪污的证据是你收集的，对吗？你我都心知肚明，我父亲是根本不可能贪污的，所以你在做什么？编造假证，诬陷我父亲吗？不是，楚木啊楚，你下这么大一盘棋，真是辛苦你。沈昭，其实我……是不是你主动向皇上举报我父亲贪污？是。是不是你把假证给了皇上？是。那你还想狡辩什么？楚将军，我沈家究竟如何得罪你了，让你下如此死手？沈昭，如果我说我从未想过害你，你信吗？
我父亲在苦寒之地差点被冻死，我兄长眼睁睁看着心上人嫁作他人妇，我全族上下136口，如今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。这便是你说的从未想过害我。楚梦，我当初就不该救你。你说什么？要是没遇到你就好。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。你也知道自己的这副嘴脸有多可恨了吧？将军，别动！你们知道我是谁？敢劫我的车，不想活了？看来是特意冲我来的。五谷之术不行，改用真刀真枪了。你们主子冒着暴露身份的风险也要来杀我，看来他时间很紧。废话，上来！我数3个数，你朝林子里跑。3、2。你以为我会要死要活的留下来陪你吗？这样最好。你还是回来了。你要是死了，我爹的案子就变成了悬案。只是这样，不然呢？我还得感谢你送我全家去流放吗？别担心，死不了。我没担心。楚墨，有人，有人！我就知道，每个村庄驿站都有军中的暗哨。你把这个交给驿站的人，他们知道该怎么做。出去以后，你第一件事想做什么？合理。楚墨，如今事情已经明了，你我再见就是死敌了。终归还是回不到以前了。这个结局，你我心知肚明。好啊，我书桌的第2层抽屉里早就备好了和离书，你回去签字就好。看来你早已做好了准备，也算是顺了你心意。不过，我有一个要求：和离之后立刻离境，一刻都不能耽误。放心，我不会缠着你。我们身体的互换之术，我们都这么久没换回来，说不定早已失效了。如此最好。至此，
我们就分道扬镳吧。再见时，我不会手软。昭儿，大胆的向前走吧。楚墨。 夫人，你可知是何人袭击将军？他只说是特殊的仇人。大夫，大夫，莫要追老夫，老夫也没办法呀。将军伤势如此严重，老夫也无能为力。是不是还有药没用啊？大夫，这都第18个了，全京城所有有名有姓的大夫都请过来了，都说没办法。 一群庸医！夫人，你去哪？夫人，你要签那个吗？将军曾经叮嘱过，如果夫人拿出这封和离书的话，就把这些给夫人，然后放你出府。你若想去找父兄，就找队人马护送你。 楚墨，这又算什么？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吗？不是的，夫人。将军写这封信时很难受，我第一次见将军露出那种表情。我推测，将军早就知道有人想加害他。这封和离书是对夫人最大的保护。不好了，夫人！夫人急报，崔丞相突然重病去世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夫人，我们怎么办？我可怜的儿啊！我可怜的儿啊！你要送就送我的命，别送我儿的命啊！人还没死呢，就急着哭丧了。梦儿好端端的和你走了，怎么回来成这样了？你还我儿子，还我儿子！算命的没说错，他说你天煞孤星，克完家里人又来克穆哥哥，当初真该把你赶出将军府的。现在也来得及，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老夫人，夫人，这是将军夫人，赶出去！你怎可如此？把他赶出去！老夫人，不可啊！把老夫人送回房，好生照看。谁敢？老夫人，在这个将军府，我才是当家主母。将军倒下，我的话就是命令。赶紧把老夫人送回房，还不快去！我们走吧，老夫人。你也听他的，我的儿啊！你去库房准备一份厚礼，带人去丞相府吊唁。是。将军受伤了，但我这个当家主母还在。有谁向外透露半点将军的消息，军规处置。是。楚墨，你我的账还未算清，你给我好好活着。大夫，如何？虽然用1000年人参强行吊住了一口气，但这治标不治本呐。老夫也不确定将军是否还能醒来。崔公子，崔公子，节哀。
大夫还是束手无策吗？昭儿，跟我走吧。明日我父亲的官会出殡，我们可以随着队伍一起出京，再也不回来。崔公子，你为何突然？你我家中都突遭变故，况且你在将军府的日子本就不好过，不如趁此机会远离这个是非之地，重新开始生活吧。这是楚木给你的建议吗？崔丞相，又真的是突然重病身亡吗？为什么会这么问？看来我猜对了。知道了什么？崔丞相和楚木同时遭难，并非偶然，而是有同一伙人想要他们的命，对吗？他们应该早就知道会有此难，所以早早做好打算。楚木给我准备了和离书，而崔丞相则是借自己的出殡仪式把你送出京城。崔公子，现在无论是丞相府也好，将军府也罢，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。你我同为幸存者，难道你还要瞒着我吗？父亲，他的确不是病逝，而是中毒。父亲发现自己中毒后，便叫我过去，告诉我出殡的计划。他们究竟为何招致杀身之祸？只有他们知晓的消息，难道是沈家的事？不，我沈家早已落败，根本没有余力复仇，而且我的父兄也绝对不会使出这种下作手段。那是因为出手之人根本就不是沈家。这是父亲留给我的，上面讲述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他们当年陷害你家，并不是恶意。皇上老了，疑心病越来越重。昨日他把你我喊过去，恐怕就是在暗示沈家不能留了。就算你一再为沈家担保，恐怕也无济于事。皇上昏庸，幸好太子是个明事理的，不如等他登基。来不及了，皇上要动手，恐怕就这几个月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下手，将沈家送出朝堂。昭儿，你既知事情真相，京城已经不安全了，不如早日跟你离开京城吗？如今好不容易知道幕后真凶，你难道要就此放弃？放弃又能怎样？那可是天子啊！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我只知道人定胜天，他逼得我全族流放，此为一仇；他给楚木施行巫术，把我也拖下水，此为二仇；现在楚木被他害得重伤昏迷，此为三仇。这件事不做个了断，我不甘心。那你呢？崔丞相的死，你就能放弃了吗？怎么可能呢？可就你我二人，如同蚍蜉撼树，又能做些什么？至少比什么都不做好。这封信中写道，太子有仁慈之心，扶持他登基是最好的办法。你有没有办法见上太子一面，好核实信中所言？这倒不难。父亲病逝，皇上定会召我入京宽慰，以表仁慈。到时候我再去找机会面见太子。好，楚木重伤的消息瞒不了多久。要是皇上知道他如今的身体状况，肯定会抢夺兵权，必须想个办法稳定军心。只有掌握兵权，才有说话的权利。好，那我这就去准备。楚木，你是想保护我才隐瞒真相的吗？我要等你醒来，亲自和我解释，否则我绝对不会原谅你。还未到休息的时辰，你们在干嘛？夫人，将军都多久没来军营了？可见我们练不练都无所谓。况且如今太平盛世，哪有需要我们的地方啊？是啊，真是。将军只是暂时被朝中之事绊住了脚，
暂时不得空，并非认为练兵不重要，我来就是暂替将军。往后你们练一日，我便练一日。只有一点，我眼里揉不得沙子，往后再有懒散之人，军规处置。武烈，这还不赶紧列队！看样子我们之前是误会将军了。真是将军太忙，夫人都被迫出马了。但是只要夫人跟着俺们练，俺就心服口服。夫人，丞相府来信。太子聪慧正直，心怀天下，知晓皇上残害忠良，十分内疚忧心，可进行下一步计划。当下虽然将现状稳住了，但终归不是长久之计。逼皇上退位，只靠我和崔欢远远不够。况且到时候免不了宫变，带兵打仗可不像练兵，喊喊口号就行了。还有太子的态度。夫人，要不去歇会儿吧？还有1个时辰就到休息时间了。夫人。没事吧？你回来就好。我在。楚墨，楚墨，我在。你辛苦了，我回来了。你昏迷了好久好久，大夫都说你没希望了。我听到你喊我，所以醒过来了。大夫几乎是给你判了死刑。大夫说我多年练武，身体里的真气救了我一命。真气？那不都是话本里的吗？谁知道呢？你我都能身体互换，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？也对，而且你重伤之后，你我再也没有换回来了，说不定巫术已经解了。好了，我都回来了，不要再板着脸了。好什么好？楚墨，我父亲的案子是怎么回事？还有那份和离书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真把我当3岁小孩吗？事事都打着为我好的旗号瞒着我。我是尚书之女，也是将军夫人，我有权利知道真相，同时我也有义务跟你一起承担。我知道错了，没有下次了。还有你想的那是什么破办法？明知道皇上要杀你和崔丞相，却还想用自己的死来隐瞒我和崔欢出城。这还没有伤敌1000，你就想着自损800了。送你离开是我们最后的手段，我们早就察觉到皇上的转变。上次新使的话，让我们更加确认皇上的杀心。我和崔丞相早就联系了各地的藩王，准备加速太子的登基。只是没想到，皇上居然这么急，直接对我们下了杀手。崔丞相的事，副将告诉我了。你这次死里逃生，皇上断然不会放过你，只怕下一波危险马上就要到了。所以，我们更要提前下手，发起攻变。无妨，我已经将人全部支出去了，不穿鞋就下床。这不是重点。这就是重点。你脚上都是水泡，你自己没有发现吗？别，我看看。幸好水泡没破，保险起见，还是换次药吧。别动，痒。楚墨，你
瘦了好多。才没有，失恋结实了。你刚刚说的那件事，已经准备的七七八八了。我们也联系了各地藩王，他们不会出兵救驾。皇宫也只有御林军，他们抵抗不住我的军队。起兵讲究的是一个名正言顺。太子那边虽有意向，但似乎还没有下定决心。你连太子的事都知道了，你猜的没有错。这步险棋在丞相府。这是我父亲弥留之际留给我的。他说已经与太子深入探讨过，只要将这枚棋子交给太子，他便明白其中的深意。若是太子会一颗黑棋，那就是同一篡位；若是白棋，那便是想熬到老皇帝死，再名正言顺的继位。篡位之事，太子是最重要的一环。他若无心于此，我们即使做再多，也无济于事。皇上恐怕已经知道你身体痊愈的消息，整个皇宫如铜墙铁壁一般，该怎么把这个棋子送进去？有了，我记得西宫墙下有个废弃的狗洞，那边是冷宫，常年无人。那我去。不可，只有身材弱小者才可通过。我去。不可。你又想把我排除在外吗？这次是想把我锁在府中，还是把我送出京？昭儿，此次非比寻常，我们要干的是天下最危险的事。那又如何？你们都有血海深仇，我就没有吗？因为天子昏庸，我的族人还在苦寒之地饱受折磨，我的仇谁来报？楚木，你不相信我吗？怎么可能？那便让我去，当下没有比我更符合要求又值得信任的人选了。不会有事的。那我在宫外等你，若有异常，你点燃烟花，我定去救你。那我去了。没想到你会同意。我昏迷时，是他将府内上上下下打理好，还能带兵练兵。昭儿从来不比我们弱，他是我最可靠的。他进去太久了，我等不了了。哎，等会儿，现在宫内没有任何动静，说明他还没出什么事儿。你硬闯，那不是打草惊蛇了吗？等出动静就晚了。如何，昭儿？太子还是有诸多顾虑。无妨，事到如今，大不了硬闯，事后再立一个傀儡皇帝罢了。但经过我的一番劝说，太子答应了。3日后子时，烟花为号。辛苦你了，昭儿。就是今晚。等我回来。可是我怎么想都是不安心。这么沉？听他们说护身符越硬越挡灾，我就找匠人打了块玄铁的。应该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硬吧？管他呢，够硬就灵。万一我……不许说那些奇怪的话。我定平安回来。
等我回来。我没有武艺自保，去了只会添乱，让他分心。我该做的是替你守好将军府，你放心去吧。你们来了，朕知道你没死的时候就已经猜到了。以你睚眦必报的性格，定会有今天。睚眦必报，那也是别人先惹我。若非陛下几次三番想要我性命，我怎会被逼到如今这个地步？朕没有错，是你们背叛了朕。先是沈家，然后是你楚家、崔家，合起伙来要朕的权，无稽之谈。家父位表忠心，直到去年才准我入仕，还是从最边缘的闲散官职做起。陛下难道看不见吗？你害怕的不是我们夺权，而是自己老去的身体。你发现自己的精力越来越有限，甚至上朝时都会意外睡去。陛下，背叛你的只有您自己。闭嘴！你若老老实实当个皇帝，我们三家至少可以保你安享晚年，保着天下几十年繁荣昌盛。我们今日不是来夺江山的，而是来保护它。保护？说得好听，群乱臣贼子，你们只配在史书中遗臭万年。陛下，史书是由胜利者书写，史书上只会写年老昏庸，自知无力接下这江山社稷，传位于当朝太子。写吧。你是不是以为掌握了皇宫就万无一失了？你莫不是忘了，家中还有一个你誓死保护的女人，苏公公应该是快到你府上了。你猜他会多久来和你见面？上旨到！夫人是没听清咱家的话吗？圣上有请。这夜黑风高的，别扰了清梦。咱家看你是敬酒不吃，偏要吃这罚酒。你敢对我动刀？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你要再不走，下次掉的可不是帽子。他不会来的。什么意思？你当将军府夫人是软柿子。看来陛下的如意算盘落空了。是你自己写，还是要我逼你写？先押入柴房，仔细看守，等将军发落。是。走。夫人，成了，真是成了，成了，他们成功了。回来了。楚木呢？他还没有回来吗？他在后面的马车里。怎么出去他还变娇气了？我去找他。哎，沈姑娘，楚木他中了一箭，如今恐怕……你说什么？
楚墨，楚墨，上次那么重的伤你都挺过来了，我求你了，一定不要有事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老公，我想要个孩子。行，要生几个都。你说的我都记住了，要几个都行。你没事啊？皇上想要我的命，但护身符挡住了剑，还真是越硬的护身符越好啊！幸亏听了夫人的。楚木，你有病啊！你在这装晕？我没装啊，虽然说护身符挡住了剑，但是巨大的冲击力还是撞伤了我的胸口，吐出了一口气，这才晕了过去。当真？你能醒得这么恰好？不信你摸摸看，还肿着呢。谁要摸你？又不是没摸过。将军、夫人，我们马上就回府了，有事儿我们回去说吧。知道了。夫人好。夫人好。夫人是脾气很大吗？大家都对她这么恭敬。恰恰相反，大家对夫人的恭敬都是发自内心的。以前将军府几次陷入危机，都是将军夫人挺身而出的。夫人，今日便是他离府的日子。将军说怕您见他心生烦闷，就不让他到处请安辞别了，自己悄悄离开便是了。他的孩子已经打了，他最后承认那孩子不是将军的，估计是谁的，他也说不清楚。还怕老夫人差点气疯，逼着他打掉。老夫人还责令账房不准给他支钱，就让他这么离开吧。你还是带点钱安抚下，毕竟她是将军战友的妹妹，而且如果她出去抹黑将军府，对将军府的名声也不好。还是夫人想得周到。夫人，你今日下旨这么早？新皇下了圣旨，为沈家平反，你的父兄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不要同你说。什么？我辞官了。走路小心点。不怕不怕，他不是坏人。对不起，姐姐，我没有把你撞坏吧？哪有那么严重啊？只不过走路不看路真的很危险，下次要注意啊。姐姐，你不舒服一定要跟我说，我带你去看神医。你还认识神医呢？你知道那个楚将军吗？就是那个不败神话。楚将军啊，姐姐当然认识了。其实楚将军是不举，都是那个神医治好的。你这小孩！姐姐，你有不舒服一定要来找我哟。神招！我怎么知道？当时开了一点小小的玩笑，就传到这儿来了。那我就亲自证明一下，我到底举不举。不用，我知道。